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我们要先来介绍的是今天晚上要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从我右手边开始，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大家晚，以及立法委员林国成，还有资深媒体人尹乃菁。再来看到是我左手边，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还有立法委员柯志恩，以及台北市议员徐宏庭。再来看到的是在今天很多人一起床之后，赶紧看看股市金融方面的发展。果然昨天美股呢确实是受到一些影响，因为刚好俄乌战第1000天，原本一直说他们的弹药绝对不能打到俄罗斯本土的美国，突然解禁之后也真打了，一次就打6枚。我们来看看这则报道。漆黑大雨夜晚，炮弹光点划破夜空，这一瞬间就是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动用美制美元的 ATACMS 攻击俄罗斯境内不良私客的武器库。瞬间就让武器弹药库像烟火秀一样全都爆炸。而就在不久后，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被问到这件事， У нас тепер є довгий Нептун і не один, і тепер у нас є Атакамс. І ми все це будем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他不承认、不否认，只说会好好运用。这似乎就已经是回应了美国政府日前批准乌克兰使用长程飞弹的消息。But the significance here, of course, is that nobody appears to be wasting any time in getting this permission fro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to the battlefield. 由于 ATACMS 射程达到306公里，今年4月份就已经运抵乌克兰。不过之前仍限制在只能在乌克兰境内使用。现在在俄乌开战届满1000天之时，开放可用 ATACMS 攻击俄罗斯境内，当然是让俄罗斯气坏了。То, что Атакамс 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по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это, конечно, сигнал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эскалацию. 对此，普京多次放话要动用核武反击，还为此降低核打击门槛。好，必须要理解目前俄乌战如果说呢是在乌克兰本土这边的进展，其实俄罗斯在冬天之前打的都是很顺手的，而且呢，因为朝鲜兵这边的加入，帮他们守了北方，所以东边这边打的非常的快速，也快要拿下一些重点的城镇。也就在这个时候呢，美国突然放手了，让他可以打这些长程飞弹。之前呢，美方不管是提供多少的飞弹给他们，都有所谓的射程限制，就是担心他打到了俄罗斯去，哇，最后账会算在我身上。但现在呢，俄罗斯他们就讲了，这6枚的 ATACMS 呢，其实有5枚是有被击落的。那美联社这边的讲法就是，大家的讲法都是各方说，没有办法说谁到底是真的，只是这个飞弹就算真的放手打，有可能会打到饱吗？因为1颗飞弹要100万美元，这么贵，到底有没有办法一路撑到最后？甚或人家问的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就这样一路的让他撑过到1月20号，川普上任？没人知道，但也有人说，这根本就是拜登的阴谋啊！请教一下乃菁姐，你怎么看？这个战略专家在这边林玉芳委员，林玉芳委员呢就非常知名的，就是在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啊，那时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然后现在大家的悬念就是说美国会不会打啊？就林玉芳委员呢非常准确的啊，在这个行动很早之前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打哈，所以我们待会儿呢要听听这个林玉芳委员的研判，因为现在最大的悬念就在于是。普京会如何的反击？因为他打已经成事实了嘛。虽然说乌克兰呢，他这个 ATACMS 哈，它是射程是有300公里。但是他只打了距离他100公里以外的俄罗斯这个地点，显然是这个美国在背后呢，虽然说准许你用这样子的长程导弹呢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但是在背后还是拉着一条线哈，做有限度的攻击哈，也不希望把战事扩大。你今天如果一个长程导弹，当然就不是这一型的长程导弹可以支应的啦哈，你给他更远距离的长程导弹，你一发打到莫斯科，那一定第3次世界大战了嘛哈？就虽然说乌克兰是在一个被控制的控管的情形之下，攻击了俄罗斯的本土，可是关键在于普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对，他在昨天的时候已经修改了俄罗斯的核威慑的国家政策的文件哈，那这个文件呢就更改了，就过去呢是在
俄罗斯呢遭遇到核武国家攻击的时候呢，他们当然可以反击，可以使用这个核武。他现在是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的支援的情形之下，攻击这个俄罗斯。大家不要忘记哦，还有一句有盟友哦，攻击俄罗斯及盟友的话呢，俄罗斯呢就可以用大规模的杀伤武器、核武器呢来做反击啊。所以现在呢就要看，就是普京决定怎么做啊。他可以用这个小当量的核武战术核武去攻击乌克兰的部分的地方是，然后他也是对他的军事设施加以摧毁嘛那就要看这个其他的国家，说美国他怎么去界定他这个行为就是这个算是一个有限度的一个回击，但是呢，如果说照普京的盟友梅德韦杰夫的讲法的话，他就更激进了。他就说，你乌克兰使用的是北约的武器嘛？对，因为美国是北约嘛，你用北约的武器来攻击我们，那就表示呢，北约呢也要视为是威胁俄罗斯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那如果说因此就开了绿灯，俄罗斯可以对北约的国家来产生报复，那不得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就世界大战了。那就世界大战了，因为他如果是去打了什么波兰什么波罗的海三小国，那这些都是北约的盟国啊，那不就是他们都被迫的要集体的缴入吗？我们可以一个超开展了假设呢，假设俄罗斯这个普京呢，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盘算他真的做了这个反击。而这个让美国不得不回应的话，拜登会不会宣布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会不会影响到？这又影响到后面了，会不会影响到交接啊？就是这个权力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和平转移？这当然是比较超开展的一个想法了不过呢，一个重大的一个警示讯号就是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已经宣布了他们要紧急的关闭，因为他们已经接获了情资，就是基辅可能会遭遇到重大的突袭。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来请教一下委员，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大家都认为这个绝对不是只是战术上面考量，太多政治了。这样讲了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项武器系统是可以立即决定战争结果的，那就是原子弹，就核武下去就没了。其他的武器都没有能够过。这个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叫做 David Petraeus， 他当过美军驻阿富汗跟伊拉克的指挥官。然后他讲说，然后就说现在送这个武器给俄国给乌克兰会不会太晚了一点？他说绝对不会太晚。那其实我如果遇到他，我蛮有趣，想问他一件事。那你在这个美军在阿富汗20年，美国的武器会比阿富汗的那些反抗军的武器差吗？那不是打到20年以后仓皇就逃亡，就离开。那俄军在这以前也大概在阿富汗也占领了9年多，1979年进兵进去了，最后也是仓皇而逃。那越南呢？美军也打了20年，他的武器也比北约好太多了，最后还是离开。所以真的决定战争结果的，除了核子弹以外，没有一样武器系统，不管它多么的强大，没有办法决定战争的结果，因为决定战争的结果的因素太多了。譬如战争资源来讲，你的土地的面积，还有你的人口的多少。还有无形的，还有你的战斗的意志力，等等，还有你有没有外援等等，所以很多决定因素。我不认为这个武器虽然它真的是很厉害，会改变战争的结果，或者说会改变俄国在乌克兰用兵的决心。OK， 我不认为。那但是呢，它的确会带给俄国很大的困扰。那现在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这是不是拜登的一个阴谋？有人当然认为说，好啊，就这样子搞下去，那就让你接手的时候呢，其实俄国已经被这个乌克兰整得很惨了。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处理？这个是个烂摊子留给你。但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这不是说辩证法了，就以另外一个观点来讲，因为有这个武器，虽然乌克兰没有办法赢得战争，可是把俄军搞得头昏脑胀的话，也会让
普丁更加愿意来谈和啊。是，所以现在的讲法就是说，拜登可能就是说我给你这个使用长程的，因为它有160公里跟打300公里2种嘛。那现在允许你，譬如说300公里，那如果从科尔斯克往莫斯科打的话，500公里你已经打了一大半的路哎，对呀，所以也就是说，你这样做的结果，你会让俄国人觉得说，我实在不晓得怎么办。好，战争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他要持续这样打我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那是不是川普上来，我利用这个时机，好好就谈出一个结果出来？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普丁也可能怎么想啊？这个武器，川普上来以后，可能就不再提供他飞弹。是，那你对我就没有办法了。第二个，川普可能就是立即下令那个乌克兰就要停止作战，就地停战，这个也有可能啊。我先讲这个飞弹其实真的非常贵，你知道。您刚刚讲，它上面讲100万，那个是属于短射程的，打160公里的。打300公里的，一枚是150万美金，是4800万台币啊。而且也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弹头，它有一种弹头是像子母弹一样会散得很大，另外一种是高爆弹头，它可以炸开你很大的这个很坚固的这个碉堡。所以不一定。但是呢，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没有人可以说出乌克兰现在有多少枚这个飞弹。可是，一般认为大概就是50枚。好，那他其实一共在前几天以前，他已经使用过6次。对，其中3次是打克里米亚。所以你这个50枚可能还要再减一减。也就是说，如果川普决定不再提供他这个飞弹的话，你有发射器也没有用，因为它放在多管火箭就可以打了。是，你有发射器，你也不能把飞弹给打出去嘛，就会变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可能不能只看武器的本身它的破坏的能力，而是要看说它的数目有多少，还有美军允不允许继续提供它这一型的飞弹。在这个1月18号的时候呢，拉到这个距离莫斯科最近的地方，打他一枚，整个世界大乱。好，1月18哦，那晚上就你刚刚的那个情节就有可能了，对不对？哎呦，这真的是听起来害怕。要给拜登一点作业时间，宣布国家进入送川普一个就职大礼嘛。但其实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真的是大家看到的，如果再这样打下去的话，因为普京他也有一个拉不下来的面子，对吧？那如果说他真的完全不回应的话，会不会最后真的就酿成了整个区域上更扩大，或者是世界大战？这是大家所不愿意、所乐见的。但是看起来，拜登会持续的给东西，在他就离职之前、离任之前，能给的尽快什么都给。那这恐怕战火不会停歇。我们先进广告。好，讲到了，不管呢是在战场上，或者是我们常讲外交，就像是一个战场，其实讲的都是实力。来 G20 呢，它现在 APEC 也在进行 ，G20 也在进行。结果呢，在海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频频回来的一些外电，我们的外交部一直要回应，很忙啊。原因是因为呢，在这一次2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大家都想要跟习近平见面。见面了之后，有一些重点国家，譬如美国，譬如新加坡，都会谈到台湾问题。结果呢，外交部就一再的告诉大家说没有啊，没有提到什么反对台湾独立等等。可是新加坡的外交部发出来的这一份文件就强调，新加坡有明确和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后面这一句反对台湾独立，那不就跟前一天我们外交部的讲法，甚或是我们国安局长蔡明彥的讲法，完全的就是被打脸了嘛？当场脸很痛，很像。基本上面，新加坡的政策是非常清楚，他们当然是一中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政策啊，他们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反对台独。目前的争论的焦点是在于当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就像他们在秘鲁拍这个大家所 argue 的，就是说，习近平跟拜登彼此见面的时候，有没有亲自讲出赖清德总统这3个字？我们的报纸是引用
中共的媒体，还是他真正知道，就是说彼此之间两个国家领袖有把赖清德这3个字浮上台面，所以那个不影响这彼此之间大国之间的这个美中台的关系。可是有没有讲出那个名字？很显然大家非常的 care。那当然也很清楚，就是说新加坡的一个立场，它跟台湾算是友好，可是它更多的军事跟经济都要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立场。我想台湾的政府也知道。那目前为止，就是因为有报道，就是说习近平他们这个中共的这样子一个媒体有被当众点名新加坡，有亲自说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外交部当然就会很紧张，就跑去问你们到底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一个话？那他就得到的结论告诉我们大家，没有，新加坡没有这样子。就没想到马上黄循财他们这个新加坡的报纸里面就说，黄循财真正的有揭示过去的一项的原则，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整个政策方向没有太大的改变。今天大家都只是在问有没有当场讲出这样的部分，否则你认为有没有讲赖清德有没有在彼此讲出台独的这个部分，会影响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吗？没有嘛，所以大家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澄清这个讯息。不过我个人觉得外交部多做这个动作大家有所谓何来你看从以前过来开始，包括我们陈唐山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新加坡像鼻屎大一样的一个国家，那时候就闹成一个国际的一个笑话。那新加坡的立场，我们外交部也很清楚，但是现在却要不断的告诉大家，没有他们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他到底要显示一个什么？显示说新加坡跟台湾站在一起，他们跟中国大陆是有不同的一个关系，还是如何？所以我只是认为说，大家都彼此知道国家彼此之间的一个立场。那外交部很显然在这个不管是 Trump 上台，或者是在整个国际关系上面，他就是一定要在口语上面，在大内宣上面，要跟大家来揭示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已经到某种的一个程度，中国大陆目前来说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影响其他的部分，否则我也不能理解这么清楚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政策，它为什么还要额外做一些的澄清，而且透过一些的媒体，也不过是媒体之间报道事件的一个出入，所以这个部分来说，我们才说真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不要画错重点，重点是你赖清德到底要把台湾整个的国际的方向带到什么，而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的讯息上面彼此去大做文章。因为说实话啦，就是他们的立场，我们难道不清楚吗？他们的立场国际间太清楚了嘛。那这些话之前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讲，以往在国际间参加场合，只要跟中方他们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其实多少都会提到，到底为什么这一次还要特别跳出来，而且呢是从国安局长到外交部通通跳出来，又要讲认知作战，又要说这个是刻意讯息上面的操作，又要说这个是阿公爱阴谋。但问题来了，那以前呢，为什么这次反应会这么大？请教国成委员。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外交部我常形容第一个对内大内宣呢，对外小绵羊政策。所以我说实在的，从这个习近平跟拜登会的时候，人家指名道姓什么赖清德搞台独，那最后我们不是否认吗？那虽然没有澄清，可是最起码的话是习近平确实是有讲这些。那讲这些，我们去否认，那他们在对白，你去否认这些干什么？他要讲就让他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新加坡这个事情，你也不在场。新加坡人家习近平跟那个黄总理他们在谈话你明明知道新加坡本来就是它是两边和好，但是他们还是主张一个中国的情况。那你明明知道讨摸舞会你个一个机会，所以到最后给新加坡的这个官方来否认你这些，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政府就坦坦荡荡。人家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你赖总统自己讲，你说你台独务实工作者嘛。那有一个危机，就是你今天习近平在国际场合跟人家见面的时候，都指名道姓，以及谈台独的问题，那这些就会让人家感觉你是不是赖总统是真的在搞台独？那这个我们就是要去检讨。所以言多必失啦，卖超咩人给安，
所以赖总统，你把台湾顾好，把台湾人民顾好，这是非常重要。卖一支嘴哦，超咩啊人给安。那要么你就坦荡荡的搞，那不要嘛，就不要左闪右闪，好像又否认。所以我是觉得哈，我再度的重申，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就是对内大内宣，对外小绵羊的策略，这是对台湾没有帮助的。好，重点是啥？重点是讲，都已经到这样子了，我们外交部他的讲法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你要念外交学系的，你可能比较听得懂。他会告诉你啦，一个呢是一国一个中国政策跟一个中国原则，两个根本就是不同的东西呀。所以呢，他就在讲说，人家讲的根本就是呢 One China Policy 跟 One China Principle 有很大的不一样。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新加坡的嘴巴里面呢？所以新加坡没有说我们台湾呢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两个基本上他们就差在哪里？差在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好，可是这个小老百姓听得懂吗？又或者是萧旭成所讲的，你从去跟青少年对谈到现在，基本上啦，你是不是就只是想要让台湾乌克兰化？你是不是在每一个讯息上面没有让大家很清楚知道台湾现在是有多危险？好，来请教一下洪庭。确实就是一个中国政策跟一个中国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外交部在面对所谓的我们友好的国家的时候，特别是像新加坡这种灵活外交的国家，新加坡其实之前李显龙不止一次的讲说，虽然大家都视他为是两岸的调停者，所以有很多两岸的这个会议都在新加坡举办，但李显龙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就是说，对不起，我新加坡没有能力介入你们之间的纷争，我也无意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这表示什么？他是不想要去做所谓站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想要站边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实你应该要，然后私底下要对我们还不错，那你应该要对他好，而不是公开的在外面指出，你看。中国拿你们的话来做这些事情，那你要新加坡怎么去回应这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为难我们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外交部在这个地点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对很多的媒体报道有所谓的吸反射的反应。否则的后果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求你明明大家都是在灰色地带去做所谓的这个外交动作的时候，你硬要逼大家做一个正式的表态，其实最后损伤的反而是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比较辛苦的部分。那这也回过头来就说，你从外交部的动作里面看起来，我必须要在这里讲以前蔡英文政府的外交部有做这种吸反射的动作吗？并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赖清德时代的外交部，你的外交政策目前看起来比较没有一个既定的路线在走，那这也是很多民众在当初在选举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请问你赖清德，你的外交政策除了比蔡英文多讲了台独那个部分以外，你跟蔡英文到底还有什么不同？那这些部分其实，在选举的过程中，很遗憾的是赖清德自己都没有解释清楚，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的就是说，我觉得。赖清德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一个相对比较没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会对很多国外的这样的一些发言，坦白讲，你会很重视，然后立马就要做出回应，有点吸反射，球来你就一定要打。但是这对我们这种弱势的外交处境，我觉得并不是好事情。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逼得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表态，特别我要强调一点是，特别在川普即将上台的这个时候，其实坦白讲，很多国家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其实中国在整个联合国的附属组织里面拿到最多主席，是因为川普是走单边路线，所以中国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很希望中共很希望川普上台，因为他觉得你会走回单边，那我又可以拥抱多边了。我在拜登时代被所谓的这个多边架构封锁的要死要活的，难过的要死。但是现在好不容易川普要上台了，我开始走向多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在做触角接触，所以习也做在这个出访的过程中，也不断的跟各国见面。那这个时间点，你应该知道我们相对辛苦，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做事情做得多，讲话讲得少。好，心脏强一点，不要这么玻璃。来，你怎么看？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新加坡虽然是小国家，但其实它是外交的强国，所以大家我觉得常常会超译就是说去诠释新加坡到底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带动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格局的不同所以因此就是这也不是中国第一次，那确实新加坡过去。包括我看2004年李显龙当时来访问台湾的时候，作为副总理就有提到2点。
第一点是新加坡恪遵这个所谓的一中政策，第二个部分是反对台独，所以这不是新的立场。但是我觉得中国官媒为什么会去超译它呢？就是因为它把2个字从政策改到原则。新加坡没有提没有提原则嘛，它提政策嘛。但中国官媒说新加坡是一中原则，那一中原则正是中国所想要的嘛？你去看国台办的网站，其实一中原则它定得很清楚嘛，就是说世界上就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这个政府，第3个就是台湾是这个中国的神圣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中的原则。但是一中的政策，每一个国家一中政策大同小异，都是说我听到你中国说的，但我并没有承认这件事情。就像美国的一中政策是用 acknowledge 嘛，acknowledge 是我了解，然后我听到你的立场，但我没有接受我没有承认这个立场。所以因此，新加坡我觉得一直在走在这个钢索上，就是说尽量不要得罪中国，但同时也要坚守自己的原则跟立场。但很可惜，就是因为中国的官媒，包括新华社等等，去超译了新加坡这个立场，导致他没有办法顺利走在这个钢索上。所以我觉得外交部的回应并没有错。因为它其实是诠释了说中国官媒搞错的一个地方，新加坡是一中政策，不是一中原则，这部分我觉得还是要讲得很清楚。好，讲清楚的当然啦，可是有些事情其实呢，做外交的就是你希望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以及你最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回过头来，不管别人怎么说，大家只想问一件事情，就是赖清德到底你心里面想要把台湾带到什么地方？因为你心里的那一句话，可能才是台湾真正的未来。我们先进广告。